上世纪80年代，能够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工人是件十分光荣的事情。为何如此光荣？因为当工人收入相当可观，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工作的工人。1990年，深圳工厂的工人月薪低的也有400-500元，高的甚至能达到800到1000元。深圳凯达厂的女工加班多的甚至能挣到1700元。而那一年，北京市的人均月收入是221.08元。在很多县城和乡镇，很多人每月能拿到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这个时候，即使你没有学历，只要你愿意离开家乡到深圳的工厂工作，一个月就能挣到400-500元，甚至超过1000元的收入。你对这样的工厂有什么看法？当然是满满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了。你恨不得在这样的工厂干一辈子。如果工厂没了，你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一起看看中国工厂是怎么从香饽饽走到现在招工难的。那个时候，台湾工人的月薪超过1万元人民币，美国工人的月薪超过25000元。资本家认为来大陆开设工厂，用400-500元就能雇佣到一名合格的工人，简直是天赐良机。但对于大陆的农民工而言，能够找到一份月薪400-500元的工作，同样也是天大的好事。因为在别的地方，他们完全找不到工资这么高的工作。人的幸福感是通过比较产生的，只要你的收入比周围人高，你就会感到幸福。在深圳的工厂工作1年，回到家乡就能建新房、买彩电。在同村人羡慕嫉妒的目光中，你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在示范效应的带动下，大量农民工如潮水般涌入深圳。那时候工厂招工条件很严格，外面有大批工人排队等着进厂，招聘条件比很多国家的征兵标准还要严格。只要25岁以下的且相貌端正的，不能近视，必须持有健康证明，不能有乙肝。女性身高不能低于1.55米，男性身高不能低于1.65米。在都没有学历背景的情况下，应聘人数又太多的情况下，只能靠外貌来筛选人员了。那时候的工厂里有很多20岁左右的漂亮小姑娘当女工，能够吃苦耐劳，每天工作12小时，连续30天不休息。仍然有大批人前来应聘，招工难根本不存在。而且来的工人都非常优秀，特别听话，特别好管理。这样的日子至今仍被很多工厂老板所怀念。如今的中国工厂，工人却不够用了，大量工厂开始抱怨招工困难，这样的新闻每年都在刷屏。为什么企业招不到工人？因为薪资待遇不高。很多企业在招聘时标出4000到7000元的月薪，实际上潜台词是计件工资且不缴纳社保。熟练工每天工作12小时不停歇才能挣到这个数，新员工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而且这样的工作机会也不是每个月都有，只有在旺季才会有这么多活干。淡季时能拿到3000元就要感谢老天了。什么才是好工作呢？工作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每天加班时间不要太长，给自己留些休息时间，这就被称为好工作了。这已经大大超过了996的工作强度，而且做的都是体力劳动。这是一份典型的深圳工厂招聘信息，每月工作22天，有双休，每天工作8小时，这些法律规定的权益我都提供给你，但你的工资只有2200元，想要获得更高收入也可以，加班就行。工作日加班每小时17.5元，周六周日加班每小时24元，月综合工资4000到6000元。当然是没有社保的，如果额外提供社保，招聘信息里一定会特别注明，而且还要用黑体加粗，这是行业惯例。我大概计算了一下，每个月差不多要加班100个小时，工资才能达到4000元。想要拿到6000元工资，就需要加班200个小时。很多人不了解加班100小时和200小时意味着什么，我来给你计算一下。假设一个月30天都不休息的话，加班100小时意味着每天加班3.3个小时，加上原本的8小时工作时间，你每天要工作11.3个小时。如果是加班200小时，那就意味着每天要加班6.6个小时，加上原来的8小时工作时间，你每天要工作14.6个小时。当然，周末没有那8小时正常工作时间，可以让数据更平均一些。但综合来看，想要获得无社保的5000元收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是必须的。这是深圳的另一家工厂提供的工资高了很多，但大家的2200元底薪是不会改变的，唯一上涨的就是加班费。招聘公告上显示的工资是理论上全年最高的月工资，而不是一定会给你的月薪，这也是行业惯例。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外卖骑手，月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是很平常的事儿。勤奋的人甚至能赚到8000到1万的工资。同样是按件计酬，做外卖骑手显然比进工厂当工人要好，
至少送外卖没有淡季旺季之分，一年四季都是忙碌期。这份工作收入很稳定，因为人们天天都在吃。既由于外卖骑手的兴起，工厂招工明显困难了。长期以来，中国通过工厂获得了大量财富，因此很多中国人觉得去工厂当工人是正确的选择，而选择当外卖骑手则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就连主流媒体也持有类似观点，但实际情况可能和大家想象的不同。我们看看招聘现场就明白了。你看看下面这张图，你觉得图里面的是老板还是打工仔呢？图中的这些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工厂老板。工厂不愿意培训新手，即便是基础的流水线培训也不愿意提供，只招收熟练工，所以手里才会拿着成品衣服。意思是我只需要做过这类服装的工人，进厂就必须能够立即上岗。这就是你们印象中的嗜血资本家的招聘现场。他们的资产可能还不如互联网公司的一名程序员，别看他们资金不多，但雇佣的工人却不少。厂场里少则30-50人，多则数百人，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至于这些工厂的工作条件和技术水平，你可以想象情况有多糟糕，连招聘员工都要亲自出面。你认为这样的老板会雇佣技术人员研究技术吗？这样的工厂自然是血汗工厂，但并不能责怪老板心黑，因为他自己都快变成血汗老板了。技术水平低，盈利能力差，他只能这样做，没有其他选择。给工人的工资已经是他能够负担的极限了。我国近年来追求的产业升级转型，实际上就是要发展高科技工厂，淘汰掉这些低端工厂。给欧美国家当代工厂前途停滞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国台湾地区。1990年，台湾仅仅是一个小岛 ，GDP 竟然达到了整个中国大陆的44%，换算成平均收入，那差距简直惊人。很多台湾人看不起大陆人，就是这段时间形成的优越感。1996年，台湾劳工的平均工资就达到了43000新台币，当年的汇率是27新台币兑换1美元，也就是说月薪大约相当于1592美元。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台湾的 GDP 持续增长，但劳工薪资增长幅度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停滞不前。2018年，台湾劳工的平均薪资仅为49989新台币，当时的汇率是31台币兑换1美元，台湾劳工的平均薪资为1612美元。与22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考虑到美元自身的贬值因素，台湾劳工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越来越差。1996年，台湾劳工平均工资突破10000元大关，北京的平均工资是798元，全国平均水平更低，双方的薪资差距达到10到20倍。但到了2018年，随便从全国哪个城市找，月薪低于3000元基本上都招不到人，双方的平均薪资差距已经缩小到30%到50%。如果只拿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与台湾比较，那差距就更小了。实际上，现在中国人看不上工厂开出的4-5千月薪，但这笔收入其实已经相当可观。在我国雇佣一名工人的成本，在泰国可以雇佣1.5个人，在菲律宾可以雇佣2.5个人，在印尼可以雇佣3.5个人。当你每天羡慕美国人的时候，是否想过泰国人其实也很羡慕你？在90年代，出租车司机每个月的总收入能达到上万元，扣除各项费用后，一个月净收入能有7-8千。在那个年代，你去工厂工作能致富，开出租车更能致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工厂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你现在眼中所谓的低端工厂、血汗工厂，放在上世纪90年代，那就是最高端的现代化制造业。在中国最顶尖的高科技工厂工作，工资怎么可能低呢？肯定比其他行业高出不少啊。那时候工人的幸福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收入特别高，而是因为其他行业的收入实在太低了，只是相对比较出来的幸福罢了。而出租车司机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收入？很简单，那个年代没几个人会开车，会开车这项技术就代表了高端生产力，他们当然能拿到高工资。只有掌握顶尖技术才能获得丰厚回报，只有拥有最先进技术的人才能获得高薪。因此，我国不计任何代价都要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因为当前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已经触及上限，换神仙过来管理都没用。程序员为何收入如此之高，几乎赶上欧美平均薪资水平？原因很简单，整个行业盈利能力强，具备极高生产力且掌握的人又很少，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确实很高。如果所有工厂都能达到这个自动化码头的水平，仅需配备少数操作人员，那么整体生产效率必将显著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后，利润自然就增加了，有了利润当然可以支付更高的薪资。但是机器人普及后，低端岗位不就消失了吗？
连工作都没有了，哪里来的工资？那种在流水线上如同机器人一般不断重复拧螺丝的低端岗位确实不复存在了。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制造机器人的工厂反而需要大量研发人员？这就是制造业的转型，这就是高端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中国人不应该像机器人那样每天在流水线上不停地拧螺丝，而是应该投身高端制造业的研发工作，通过持续的教育投入和产业升级，逐步淘汰低端工作岗位，同时将大量中国人培养成高薪人才，拥有先进技术的研发人员。不少新闻报道抱怨中国工人的薪资偏高，提到中国人民不断提高的工资水平正在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对此，我完全不能认同。我认为，正是中国经济不断增强的竞争力，才提升了中国人民的工资水平啊！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决定未来国运的深刻变迁，低端制造业的衰退和招工困难，不仅是简单的劳动力供需失衡，更是市场机制对旧有发展模式的修正与鞭策。面对此景，与其感叹成本上升，不如拥抱变革。中国的发展目标绝非要在全球价值链的最底端徘徊，靠微薄的加工利润和高强度体力劳动换取微小的增长。我们的出路在于坚决迈向高附加值的智能制造。只有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核心生产力，让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取代那些机械重复的低效岗位，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利润的增加将为企业提供提高员工待遇、改善工作条件的坚实基础。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生产力决定收入，高收入反哺人才，人才推动创新，创新再提升生产力。我们不再是30年前那个仅凭体力就能获取高薪的时代了。今天的高收入与否，完全取决于劳动者的知识密度和技术复杂度。因此，国家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就是在为所有中国人创造一条从汗水经济迈向智慧经济的通道。这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更是社会价值的重塑。未来中国的强大将体现在我们拥有海量高技能、高薪酬的研发人员和技术工人，他们将站在全球科技浪潮之巅，真正让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制造，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获得与之匹配的尊严与财富。最后，微笑希望得到你的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